我在这儿等了你5个小时啊！不止吗？我每个月可是花100万养你呢。如果是为了100万，不值得。但为了你，我可以再等5个小时。不愧是会所最高级的少爷，情话说的真不错。要么签离婚协议，今天你必须做出决定。你明知道突然离婚会让2家公司一起完蛋的。我敢赌，你敢吗？你以为我会在意你跟谁睡？行，不就几百万吗？反正我是不会跟你睡，到时候别跟你的小情人闹上新闻就行。至于为什么会这样，因为他不行。Boom, ba, boom, ba, doo ba dee boo. I got a bad feeling about you. Boom, ba, boom, ba, I don't know, dude. I got a bad feeling about you. Bad feeling, bad feeling. 卢总，您假身份所需要的一切文件都已经准备完毕。知道了，去吧。那我们和陈思集团的15亿合作案，15亿而已，还值得问我？是。
我还要去记者招待会，先委屈你，我会给你10万块作为补偿，一会儿打到你卡里。10万耗费我5个小时，我的时间可从来没这么不值钱过。近期疯传的陈思集团和环亚帝国将合作，请问是真的吗？请问集团是想从环亚获得新的供应链吗？是不是陈思集团想要甩开池家的钱呢？各位记者，首先我要强调的是，陈思集团和池家是非常牢固的合作关系。其次呢，公司未来推出的合作计划是商业机密，请各位不要过度的探究。最后呢，无论集团未来和哪家公司合作，都是为了更好的发展，并不是为了抛下老朋友。另外，我和池家除了合作关系之外，更是利益与共的夫妻，请各位不要做出不实的猜测。请问您2位是否有感情危机？狗仔多次拍到您与一位陌生女子亲密互动，请问您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今天是企业记者会，请各位不要议论陈总的私事。诸位，陈太太，请问您对您丈夫的婚内出轨知情吗？您准备如何应对婚姻危机？我只知道假的还真不了。我和阿冕的感情一直都很好，目前正在备孕，而且已经有了进展。等等，怎么了？你刚刚说的话什么意思？当然是怀孕的事有了进展。我说过了，我包养了个男模，之前还为你用了钱呢，他可是很卖力的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今天还差点见到人了，但我们觉得跟你玩玩躲猫猫更有意义。哦，对了，你今天打扰我们玩游戏了，给我卡里打100万，你当？什么男模玩一次要100万？当然是长得帅的。算了，肯定又是你的激将法，我是不会吃醋的。随便你了。我不是不让你来公司吗？哥哥，2个小时没见你了，好想你啊！你身体不好，我担心你。我居然一点也不生气，以前多少有点不爽的。干嘛这么看着姐姐呀？我现在挺理解你们这行的，都不容易，加油！啊！姐姐，你怎么掐我？哥哥，是我不对，我又惹姐姐不高兴了。他小时候就我落下了病根，你怎么能打他？打住！我刚才掐的是这边。骗你的，我掐的就是左肩。陈冕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清楚，都没红。冤枉我，赔钱。你掉钱眼里了。我暂时没有想到更好的方法恶心你，等我有空的时候再想想其他有意思的。总之，你让我不高兴，我就拿你的钱去找情人高兴一下。这种时候了，怎么停呢？我准备了情趣内衣，想不想试一下？一点不了都没有。玩这么大100万呢，玩大点，那不是很亏？不过你好像误会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是金主，你是金丝雀，这个胸链是你的尺寸。整天穿着西装，我都看腻了，不换点新花样，岂不是很无聊？
好啊，我穿。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一个要求。说来听听，如果太贪得无厌的话，我只希望今天晚上我们好好狂欢一场。想不想增加一点体验感？哦，我特意穿了一件纽扣质量不太好的衬衫。有意思，叫声姐姐听听。想玩角色扮演？快点，我再给你10万块当奖励。吃人嘴软，懂不懂？不懂。想听我叫姐姐，下次就不要隔这么久来见我。这是什么？怎么，嫌难看？怎么会？我只会心疼你。以行这个地方是一个胎记。我小时候，江城出了个神经病，绑了所有江城有钱家的小孩，要报复社会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我为了救一个废物小孩，拐下了山坡，被碎石划伤了。喂，你是来听故事的？当然不是。答应我的狂欢可绝不能是你。把池家身边所有人的资料都给我调出来，尤其是池家老公的那个白月光。果然，这个许晴晴是个冒牌货。是，绑架池小姐的是她的同乡，绑架案后她曾改名，还做过割皮纹身。那这么说，池家的那个老公是池家的青梅竹马了。要是被他发现，池小姐才是白月光，恐怕不妙。要不要我斩人？现在是法治社会。是，我保证做得干干净净。什么干不干净的？跟他比，我还需要玩脏的。正大光明的比，他还差我8条街呢。是，他怎么能跟你相提并论呢？池家的公司是他的心血，而陈思集团又和池家的合作太紧密，他不离婚，无非就是怕离婚的消息传出去影响股东，所以我根本没必要对付人，只要让他们两家的合作关系破裂就可以了。什么叫小三的身份？正宫的做派，这就是。我只知道，假的他真不了。我跟阿美的感情一直都很好，那他们已经发生关系了，正在备孕。陈美是不是已经看见他的胎记了？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？没事儿。一杯美式加浓，谢谢。特意找我出来，有什么事吗？你怀孕的事儿，现在的小三都管得这么宽了，所以是真的。瞧，这一副我见犹怜的样子。其实以前我确实挺不待见你的。我跟陈冕结婚的时候，
他没有跟我说过有你这件事情。不过最近啊，我的心态发生了转变。我觉得你们小三也许都有点自己的苦衷。只要你不招惹我，你们的事情我不会过问。那你为什么不肯跟陈美离婚？小朋友，家族联姻不是过家家，不如你回家问问陈冕，她为什么不肯跟我离婚？还有，你的那些小聪明最好不要再耍了，把消息透给记者，让记者来拍你和陈冕，只会让陈冕花更多的心思来跟我演恩爱夫妻，懒得很。你怎么知道？不管你是为了陈冕还是为了钱，陈思集团的股价下跌对你都没好处。秦美美，品味一般。史家已经在备孕了，可是陈敏还不肯抱我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比史家先怀孕。出席宴会带小三儿，演都不演了。没有媒体，当然不演了。听说今天黄亚总裁会来，他一向注重隐私，所以不会有媒体。啊，我还以为你俩又好了，在备孕呢。我的妙妙，你怎么这么可爱？媒体的鬼话你也信？你看许晴晴在干嘛呢？跟你赌2毛钱的，许晴晴要害我。为什么要躲着她？显得我们很弱呀！忍忍吧，大小姐，我们是来见黄亚总裁的，不是来陪他过家家的。算了，放他一马。进。自己找过来了。果然是你，你在这儿等我呢，是不是？你干什么？给我放开！苗苗，你让服务生给我下药，又故意在这里堵我，你是不是想要孩子想疯了？就这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。姐姐，我知道你的心思，可你也不能给哥哥下药，伤害哥哥的身体吧？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，就算你知道是我下的，又怎么样？我又不在乎你怎么看我。另外，隔壁就是客房。你干什么？用不着你管。哎呦，刚才那个我见犹怜的样怎么没了？人家小两口的事儿，咱们外人就别掺和了。谁是外人啊？哎，走，我请你吃小蛋糕去。你现在满意了吧？满意，满意的不得了。只可惜啊，你的白月光要哭成泪人了。他身体不好，我不忍心伤害他。没想到你这么善良，你应该问问他到底想要什么。你不就是想要我吗？你这脸怎么这？
姐姐，姐姐，我还真是色令之魂。我就知道你是。姐，你在干什么？呀！还想继续啊？小奶嘴的皮就是好啊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真勉，希望你的眼神好一点，很期待我们的交锋。我去！我这是怎么了？我昨晚好像发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哎，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啊，还能站起来呢？我都打算给你打电话叫救护车了。脖子上是吻痕啊，没见过。所以昨晚我们……你不记得了，所以你会负责吗？我昨晚喝多了，我什么事都想不起来了。但是我会对你负责的。啊，那你的许晴晴怎么办啊？说不定昨天晚上她哭了一宿呢。行了，我们什么都没发生，你冲了个凉水澡就昏过去了。我要是一早就晕过去的话，那你身体上怎么会有那种东西？好吧，其实呢，是我跟我包养的小情人，当着你的面在做，你气晕过去了。你别说气话，我知道你不想让我难做。虽然你给我下药这件事情不对，但是……不然我给你点钱吧。什么意思？你想拿钱打发我？你啊，脑子被气傻了。我赔你点医药费，你去医院检查检查，脑子又没有坏掉。我记得这秀后只发射了几个，都被皇家总裁给订购了。姐，你来了。喏，你要的东西。这是晚上10点的监控。陆总，您慢走。他离席的时间比我和池家进房间早，所以应该不是他。哼，也是，池家要是和他有点什么的话，早就来跟我炫耀了。他现在天天巴不得气死我。这东西应该只是他捡到的。许晴晴那个废物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陈美和池家的关系好像更好了。哎，对了，许晴晴好像又发病了。什么？你怎么不早说？
你怎么又病了？医生怎么说？哥哥，我以为你再也不来见我了。那怎么会啊？最近和环亚谈的合作不太顺利，我太忙了。我以为你和姐姐在一起，不要我了。哥哥，你和姐姐在一起了吗？我去问问医生你的病情。不管他爱不爱你，至少对你的身体很关心啊。我已经想好下一步的计划。什么办法？你快说。那要是有危险呢？你也愿意做吗？别卖关子了。让陈绵以为是池家害你身受重伤，那他一定会离婚的。重伤？我得想想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牢，机会只有一次。你和陈冕要重新在一起吗？我跟他就没在一起过，那天什么都没发生。什么都没发生，你来什么医院呀？你之前不是挺讨厌他的吗？怎么突然对他这么好奇啊？我呀，怀疑你开荤了。目前除了你老公，还没有别的怀疑对象。我最近啊，确实是开荤了。你生病了，怎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定什么用啊？以前又不是没告诉过你，哪次不是忙着陪小三儿，跟小三儿争宠，多跌份儿。再怎么说，你生病了也该告诉我。你怀孕了？眼睛还是一如既往的瞎，好好看，没怀孕。距离那天过去也快1个月了嘛，所以那晚我们确实发生了什么，对吧？你才要来医院检查自己是不是怀孕了。你的脑回路还真是新奇啊！我跟你说过了，那天不是跟你，跟我的小情人。你又在故意气我吧？你是不是还想说，这个是你小情人掉的？这个，没错，是他的。这个是环亚总裁的，他什么时候成你小情人了？你们到现在应该连面都没见过吧？环亚总裁，你就是捡到的，故意骗我气我，对吧？我说陈绵怎么那么久没回来？原来是和池家在一起。你闭嘴！这是妇产科医院的走廊，说不定他们已经在讨论孩子叫什么了。不会的，怎么可能这么快？我劝你还是抓紧时间，不然到时候有你后悔的。可是重伤，一不小心会死的吧？你还不相信我吗？要不是我，你连接近陈敏机会都没有。好，我听你的。蠢货，只要把池家和陈冕一起除掉，那陈思集团就是我的了。我已经3次向环亚集团申请了会面，他们都拒绝了我。池总，您在听吗？池总，池总，刚才说到哪儿了？你说环亚集团总裁拒绝了我的会面申请。是，下一步我们怎么办？那他们是更想跟陈思合作吗？周特助透露说，陈思集团给的合作方案市场占比太小，不考虑。可能拒绝我们的原因也是因为订单太小。不愧是环亚，15亿的季度流水根本不放在眼里。但是如果再增加，就没有份额留给市场其他伙伴了，包括陈思集团。环亚在搞什么鬼？好像有意在破坏陈思集团和我们的合作。他到底想要什么？
我想要见你。我不主动提，你就不见我，不想我吗？怎么会呢？我这不是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吗？你说说你，这1个月才见了我几次？我是新主，自然是我想什么时候见你就什么时候见你。不过我感觉你好像也很忙的样子。看你这一身西装革履的，倒有一点精英男士的样子。现在会所的男模着装要求都这么高了吗？毕竟月入100万嘛，总得给金主撑撑场面不是？对了，我捡到了一个东西。那么掉一点东西正常。但这个是环亚总裁的东西。我要是环亚总裁，我就……小说里的霸总都怎么写来着？小说霸总抢债呀？对，没错，我就把你关起来，没日没夜的跟你厮混，让你再也离不开。总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眼巴巴的不理人性。那万一这个霸总想玩点新鲜的呢？也不至于像我这样一身假货吧？假货？没错，我承认我是贪慕虚荣，总想穿点名牌来撑撑场面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验一验我的衣服、衬衫、裤子，甚至都是假的，你可以好好查验一下。当然是一件一件的脱下来，好好的查一查。好吧，是我多虑了。环亚总裁就算想耍人玩，也有的是人陪他玩，用不着千里迢迢到这里来找我，更用不着做成你这样。我在楼上订了房间，让我好好验验你。好啊。放我下来！不是要验我吗？先让你验一下体。也不是让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。陈倩，她怎么会在这儿？货源不错，挺正的。你说的是衣服还是人啊？都挺正的。有一个地方也挺正。这是可以说的吗？瞎想什么呢？我说的是裤子。已经验过货了，现在可以放心使用了。那我要想想该怎么使用。也可以不用想，闭上眼睛，我会让你舒服的。服务不错，送你面锦旗。锦旗的事我们后面再说，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事。这么大的酒店，隔音怎么这么差？怎么好像是我老公？哇哦，这就是夫妻间的默契啊！连开房都开在一个地方。陈绵，你别吓我，你醒醒啊，陈绵！
他好像不太对劲啊。出了夜就没事了。哪位是家属？签一下字。给我吧，我是他妻子。啊？那这位是？带小情人出来开房，结果老公在隔壁跟小三儿开房，老公还因为吃了过量的助兴药而晕了过去。这心里也是没谁了。纠正一下，不是过量，是药过敏。今天谢谢你了。先别急着谢，医生说他是药物过敏，说说吧，什么情况？他一直不愿意和我亲热，今天吃饭的时候气氛很好，我就想，他上次断片儿，我就觉得他跟这个药不对付，没想到同样的手段，你居然用第二次。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别告诉他？别给他玩死就行。走吧。好好的约会就这么浪费了，你说怎么赔吧？你想怎么陪你啊？你累了，回去好好休息吧。下次我要连本带息的拿回来。陈倩，她怎么会在这儿？陈倩似乎跟这件事有关系。已经出意外了，要不算了吧。你也不想想，他对这类药物过敏，你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你难道打算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夫妻和睦？你什么都得到了。可是他没有和我发生关系。有没有重要不？反正他什么也不记得。等这瓶药输完，我就帮你把他送回酒店。等他醒，你就装作他酒后乱性就好。再过1个月，我会伪造一份怀孕报告给你，你找机会说池家推你下楼就行。到时候你身受重伤又没了孩子，就不行。他们2个还能好。池家其实人挺好的，真的要做这么绝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别发你的圣母心行吗？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毁我的性命，我就让陈密知道，你这么多年都是在骗他。不要，我会听话的。这是怎么了？昨晚我……都干什么呀？哥哥，昨晚喝多了，非要拉着我上楼。都1个多月没见了，今天我去你家，我准备了惊喜。今天不行，陈敏说她今天要回来，不知道她又要闹什么幺蛾子。他在我就不能去吗？咱们都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还不愿意把我介绍给你的家人吗？见家长都是带给爹妈看，哪有带给老公看的？你要把谁带给我看啊？我在外面养的小情人，怎么，你今天回来不会只是跟我唠唠家常吧？姐姐，陈敏，论恶心人，我还是比你差点儿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带回来见家长？姐姐，以后我们就要住在一起啦。陈敏，你是穷疯了吗？连房子都没有了，老婆跟小三住在一个房子里。你别这样说晴晴，她不是小三。不被爱的才是小三是吧？我说你那个脑子不好使，就拿出去捐了。哥哥，我怕。你别伤害晴晴，我把她带回来是因为她怀孕。这栋别墅环境最好，适合养胎。怀孕？什么时候的事？
不过是你去和小三约会的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跟踪我？他知道那天的事，他会不会揭发我？那天我跟小情人出去约会，刚好碰到你在隔壁。我什么？怎么可能这么巧啊？不然我们怎么是夫妻呢？连约会地点都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不过那天你都那样了，你们还能继续？我还真是低估了你的色心啊！我怎么什么都记不起来了？等等，你进房间看了？我可没有这种癖好，是你的小三儿叫的太大声了。这种事情你都看，真是不知羞耻！不知羞耻？到底是谁不知羞耻？到底是谁给脸不要脸？你敢打我？陈冕，我们俩结婚是谁逼你的？是谁逼你在结婚书上签字的？这些年，不管你在外面做什么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已经过去。你现在什么意思？要不是你骗我，怎么可能跟你结婚？骗你？那你说说，我骗你什么？当初那场事故，我被绑架了。哥哥，不要为了我吵架，我是来加入这个家的，不是来破坏这个家的。等等，你要去哪儿？陈冕，买卖不在仁义在，你是我这些年最失败的人子。妈，这好端端的，怎么还动起手来了？手疼吗？妈，我才是您亲儿子。佳佳不会随便打人的，一定是你惹她了。你说，你又干什么好事了？您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就怪我呀？你不说，那佳佳说。啊，妈，她什么都没做，刚才是我情绪太激动了，您别生气啊。啊，这位是啊，他是 Leo， 我在飞机上遇到的，很聊得来，一时兴起呢，就邀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了。突然登门拜访，是我太冒昧了。怎么有点眼熟？大家别站着了，快坐下聊吧。Leo， 你就把这当成自己家啊。阿姨你好。我知道了，你在外面鬼混，现在还把人带到家里，当面气佳佳是不是？我说佳佳脾气那么好，怎么会？妈您别激动，快拿药了。妈，你放轻松，呼吸呼吸。妈您别动气，你别生气，你听我解释。这个是我最近刚认的干妹妹，我想让她在家住2天，陈冕她不同意，正在跟我闹呢。对对对，妈，你消消气儿，这有外人看着呢。妈，这个是我刚认的干妹妹，叫许晴晴。你看人家带着行李箱在这站了这么久也不合适，我带她先去2楼客房安顿下来，你跟陈冕在沙发上休息会儿，好吗？行，去吧。时机正好，池佳，对不起了。真的要害他吗？他刚刚才替我解围，他是个好人，可是我没得选了。你平时怎么样我不管你，但我妈心脏不好，别挑大赛的时候，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，自己想清楚。妈，您在国外度假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回来了？还不是因为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。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打算和环亚合作？妈，集团和池家绑定太深了，这只会让集团的抗风险能力变差。我没有抛开池家的意思，只是集团确实需要一些新鲜血液。集团这些年你打理得很好，妈妈也相信你的决策。不过这件事你一定要和佳佳好好商量，不能寒了她的心。毕竟你们俩相伴这么多年不容易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一定体谅佳佳。
还喜欢我带来的惊喜吗？你疯了，在这儿，小三儿看着呢。不想跟我玩点刺激的吧？你老公说我是外人，我不喜欢。要不让他看看，到底谁才是外人？怎么了？要是说了刚刚的事，他不会也揭发我吧？哎，还是不要说了。没事儿，刚刚行李箱摔了一下，我怕把里面东西摔碎了。啊，这么不放心啊？那还让我们住在一起。这2天我会搬出去，祝你们2人世界愉快。欺人太甚，我去把陈梅给剁了。要不要给你换把刀啊？你还笑得出来，还有心情喝咖啡呢？人家都打上门了。我是觉得现在家里的这些破事儿都是小事，现在最重要的是环亚总裁。环亚总裁，你的新欢？想什么呢？现在许晴晴怀孕了，离婚应该很快了。离婚消息一旦爆出去，对我池家的股价影响很大。我要在此之前找到新的合作伙伴。你呀，脑子里都是钱。我听说今天黄亚总裁也会来这边巡视，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遇到他。来了，哪个？他怎么在这儿？陆总莅临检查，有失远迎，我代表全体员工向你表示热烈欢迎。不用虚礼，我只是来简单了解情况，边走边说吧。好的，这边的各项报表我已经检查过了。我很惭愧，数据没有集团其他商场好，主要是因为池家和陈氏集团。哦，陈氏集团有很多商场，池家又为其提供稳定的高品质货源，两家又是当地龙头企业，强联合，几乎形成了垄断的地步。他们的口碑又一直很好，外来企业很难。我们 A 市一向很欢迎外来企业的。张经理说我们本地企业联合搞排外、搞垄断，这帽子可大了。是我说话不严谨呢。跟您开个玩笑，别当真。您这个商场做的可比我们本地的老品牌要强多了。我没事自己也爱来逛逛，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，上来打个招呼。呀，你有客人在，是我太唐突了。请问这位是？施总，你好。您好。这位先生为什么握着我妻子的手不愿意松啊？这是我们环宇集团的，我是华亚的总裁特助，毕姓周。施总，久仰大名。周特助你好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为什么来，我就为什么来。相遇就是缘分，不如一起吃个饭。陈思集团呢，在本地经营了多年，勉强呢算是东道主。这次环亚集团远道而来，我们还没有招待过，实在是有失远迎。不知道贵公司的总裁什么时候有时间，能让我们尽一下地主之谊啊？陆总忙于其他事务，实在是没有档期啊。上次周特助去我家做客，我就觉得有些眼熟，我们是在哪见过？或许吧。大家有人相聚就是缘分，都不要聊公事了，吃饭吧。对，大家吃饭。看他别人握手，哎呀，心里怪不舒服的。我记得你最爱吃这个。两位的感情可真好。我去下洗手间。
别怕，是我。 怕你老公看见。我只是讨厌别人强迫我。是吗？我看你们夫妻关系挺好啊。早知道你们感情这么好，我哪会上赶着插足啊？你还委屈上了，我还没问你呢。周特助，环亚总裁助理，年薪起码100万。作为总裁特助，只会更多，用得着你出来卖？谁说我是出来卖了？ 那就是故意接近我。你到底什么目的？总裁给你多少钱啊？要不你好好想想，我们相遇那天是怎么回事？弟弟们，进来吧。老板好。你们这最好的男模，就这品质？不，后面还有，你们再看看。 门口那个不错，让他进来。我长相、身材、气质都过关，就你了。好啊，姐姐，你想怎么玩？ 明明是你误会了我，哪里是我故意接近你？那你为什么不解释呢？因为我爱上了你。是。我也去一趟洗手间。大家肠胃都不太好的样子，要不等一下去医院？一开始我只是觉得新奇，想着陪你玩玩。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我认真了。可你不需要爱情，包养男模对你来讲只是一场无足轻重的游戏，对吗？我对你的爱只是负担，一旦我身份暴露，你就要抛弃我，是吗？我们的开始本来就是个错误。你是环亚的人，我是不会跟环亚的人有任何感情纠葛。我不要，我没有要求你和我谈感情，我们就保持原来的关系不好吗？就当做一场游戏不好吗？不好。不要拒绝我，我爱你这件小事，你不要放在心上就好了。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一起说来听听，我考虑考虑。我就知道你心软。你在干什么？你不是都看到了吗？石佳，你不解释一下吗？解释什么？他为什么抱着你？哦，那是该解释一下。他不仅抱着我，还亲了我，还跟我上了床。这下你满意了？不可能！你不是一直喜欢我吗？你就是故意气我，对不对？是他勾引你的，不对，是他威胁你，对不对？你觉得我是会为了这种事情而勉强自己的人？你骂我、打我，我都忍了，但你不能侮辱啊！我说话闹什么？我什么时候侮辱过？陈冕，你不是爱着许晴晴吗？你现在是在干嘛？这跟我喜欢谁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是我老婆，你在外面乱搞，我能不生气啊？陈总，你还真是双标啊！你要不要听听看你自己在说什么？你爱着别人，却要来管我在外面有没有乱搞？无论我爱着谁，
我至少没有瞒着你。没有背着我找小三儿，你倒还理直气壮。不过，我什么时候又瞒着你了呢？陈冕，那份协议是狗签的，我明明白白的告诉过你。我敢赌，你敢吗？你以为我会在意你跟谁睡吗？行，不就几百万吗？反正我是不会跟你睡。到时候别跟你的小情人闹上新闻就行。你的账户上每个月都会扣除一笔钱，你不记得了？你也只是吃着碗里的，还看着锅里的。我其实这种时候，你不会还想说，你其实还是爱着芷佳的吧？我这么生气难受，难道是因为爱上芷佳了？陈冕，你可别恶心我！别胡说八道，我怎么可能还爱上你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叫他过来就是故意气我，对不对？像个什么东西？不过就是一个工具而已。我无所谓的，哪怕是工具，我也甘之如饴。更何况是不是工具，我自有理由。今晚去我呢？我回家。我凭什么跟你回家？因为过2天就是妈的生日了，你不在家好好陪妈，难道跟这个野男人出去鬼混吗？既然是过2天生日，那我就约你回家。他刚才拉你手了，我不喜欢。我要用我的气息，把他的印记都覆盖掉。你是小三儿，知道吗？分不清大小往来。我不管，不要让你老公看。一直在收拾他，忘了收拾你是吧？你隐瞒身份欺骗我，我可还没有原谅你。啊，刚刚好像被打到了，你都不心疼。他都没碰到你，你打了他2拳，别得了便宜还卖乖。你是故意那个时候叫停的，你偏心了。少贫嘴！我最讨厌欺骗，你最好没有利用我，否则我不会原谅你。你信我，我只是爱你而已。我不强求任何东西，你不要有压力。你可以像之前那样对待我，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只是我自认为我的爱不是什么拿不出手的东西，所以我想告诉你，你最好是要利用我吗？我心甘情愿被利用。这片大区的所有合作项目，陆总几乎全权委托给我。明天要不要来花园，好好利用我一下？谈合作？私人邀约。您是周特助，那我是谁呀？别抖机灵，一会儿池家会来商讨合作的可行性，我会代替你去敲定细节，跟底下的人吩咐清楚，千万别露馅。这是你有话说。既然您男朋友的身份已经被撞破了，何必再骗池小姐呀？你是觉得我该顺水推舟，坦诚相待？我太了解他了，如果他知道我的身份，一定会离我远远的。那为什么男模就可以，总裁就不行了？为什么是男模助理都可以，是环亚总裁就不行呢？套了环亚总裁，到时候感情破裂的时候，说不定会给我来一个天良王破。而且什么？我找他就只是为了生个孩子。这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啊？关系大了。你想想孩子的抚养权，如果他是个男模，他连争夺抚养权的资格都没有。如果他是助理，打官司呢也不可能打得过我。
但如果他是环亚的总裁，那我可就抢不过他了。我韩星如果生下了的孩子，怎么能便宜了别人？那确实。哎，不过你都要跟别人生孩子了，那你跟陈冕应该没戏了吧？我跟陈冕就算没这事儿也得离。那个许晴晴总是想一些蠢招来对付我，得离他远一点。你还怕他？离近了，拉低智商。也太损了。不过总觉得他这2天憋了个大招，过2天是妈的生日会，希望他别那个时候闹起来。好了，我要换衣服去了，我还得去环亚谈合作。哎，今天不算正式洽谈，算我个人给你透个底，就不去会议室了。不去会议室，那是要去你个人办公室啊？你该不会是在暗示我什么吧？周特助好。这么夸张吗？周特助好。周特助不好，一点小事办成这样，他等着完蛋了。你在公司地位挺高啊，快走，不想听到这样的大招呼。周特助慢走啊！合作方案你看看，分成绝对够成立。坐那么远，这样呢，满意了吗？还是说要坐你腿上？我又不是要潜规则你。那你跟我谈什么？办公室里当然是谈正事了。这样谈正事儿？我倒是觉得，其实比较适合谈你和你老公什么时候准备离婚啊？我没准备跟他离婚。或许过段时间，你就不是这样想的了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你真是厉害了，妈的生日你也这么晚来？因为不想早点看到你。怎么？你想早点见到我？你想我呀？不知道吃饭吗？我怎么可能想你啊？那就不要跟我拉拉扯扯。来，是环亚集团的人来了。不知道环亚号陆总会不会在这次宴会现身啊？他们来了，咱也认不出呀。要是能搭上陆总，公司可就一飞冲天了。Look at me now. 승리가 나를 부르는 저 멀리에. Look at me now. 시간은 발라 뒤를 쫓아오지매. Look, but I'm gonna finish a minute. 너가 붙잡지 못하게 는 minute. 周特助，我记得我没给你发请柬吧？陆总让我代表环亚来向陈老夫人贺寿。陆总的心意我收下了，你就不必进去了。人家是代表环亚来的，要耍小心眼，别挑现在。周特助，里面请。心里很不是滋味吧？你别胡说！知道为什么你只能躲在角落里嫉妒的发狂吗？因为你无能，你懦弱，你在该下手的时候不敢下手。想要什么就去争去抢啊，这就是生存的法则。我作为养女能有今天的一切，都是我自己争取来的。我不想害人，就是因为你手软，放过了池家，才会弄成现在这个地步。今天就是最后的机会，你还要手软吗？看看陈冕这副心神不宁的样子，他已经爱上池家了。
他说他不会。男人的话跟狗叫有什么区别？等他自己也发现爱上了池家，你就没有机会了。他最近总是不自觉提到池家，我不想听了，你不要说了。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不说感情，就说你给陈冕下药，骗他的大小是哪件敢让他知道？你威胁我？不是我威胁你，是时间不等人。你肚子里有货吗？再过2个月血黄了，你怎么办啊？错过今天，你连池家的面都见不到，还说害他，你都自身难保啊！好，我做。乖，去楼上吧，我一会儿把池家引过去。我以为你带我来是为了这个。我只是不想让你跟陈冕闹起来。妈待我就像亲生女儿一样。乖，今天不要跟他起冲突。妈的生日宴，我希望可以顺顺利利的。恐怕不会如你所愿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在偷偷摸摸干什么呢？池夏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妈的生日宴，你和别的男人在这里偷情？你是不是疯了？陈冕，你出轨3年我都没管你，你现在是在干嘛？我听说陈先生觉得感情里不被爱的才是小三，既然你这么明事理，那就不要打扰我们2人世界了。够了！今天是妈的生日，谁都不许闹。池小姐，陈太太找您。不管你跟池家在一起，我给你双倍。你这点身价也敢说这样的话？我什么身家也总比你一个助理。助理？陈冕，什么时候见过？陆总，您慢走。爱死你这眼神！第二总裁陆泽年，那段视频是你故意留下来的？没错，故意让你看到监控视频，好把我认出来，好知难而退。没想到你眼神这么不好，都见到我了还认不出来。凭你的身份，何必要跟池家在一起？你是为了闪城的市场？屁大点的市场用得着我上心？那为了什么？陈冕，你眼瞎我可不瞎。池家那么好的人，你不懂得珍惜，就应该退位让贤。让给你？凭什么？就凭亚洲大半市场都是我的，我能给池家想要的一切。而你呢？你有什么？我有结婚证，就凭我是他合法的丈夫。就算你在外面多风光，在这里只能是一个见不得光的小三儿。给池家当情人不可产，作为他的老公，只会给妻子带来麻烦，才应当羞愧。我什么时候给他带来麻烦了？看来你还不知道你的白月光给你带来什么惊喜啊？什么？陈总，请问您见过太太吗？老太太一直在找人，没找到。人不是刚刚被你们叫走了吗？没有啊，老太太只吩咐了我找人。不是。怎么是你？不是妈找我有事？我好害怕，可是一步错步步错，越陷越深，我只能一条道走到黑。你在说什么？你不会是想从这跳下去陷害我吧？不要命了？这个高度不会死的，可是没了陈冕，我真的会死。你清醒一点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要跟你抢陈冕。可是你不争不抢，却什么都有。你不懂，你怎么会懂？我骗了他，这个秘密每天都提心吊胆的活着。不就是你替代我接近陈冕吗？我知道。
是，我知道，我早就知道，所以这话陈敏知道也没关系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您看您儿子媳妇又能干又孝顺，关键感情还这么好，谁不羡慕呀？可不是，就是享福的命。对对对。哎呀，你们怎么在栏杆旁边拉拉扯扯的？这也太危险了啊！别碰它，不然坠楼摔断的骨头可能会戳破内脏。我已经派人联系医院了，这个高度不会出人命的。哎呀妈，她可是怀了陈冕的孩子呀！这池家就算再生气，也不应该推她下楼呀！什么夫妻恩爱，原来是假的。池家也太心狠手辣了。别光看热闹了，两家闹成这样，恐怕是合作不成了。公司不会破产吧？池家说不定要去坐牢。妈，你别吓我！妈，没想到池家是这种人，你说他会不会坐牢啊？天之骄女，跌下神坛。我要是把这个发到网上，说不定会火。诸位，请不要造谣传谣。如有不利于池家小姐的留言，环亚的法务部将会追责到底。今天的任何视频都不可以流传出去。现在我们需要检查各位的手机。你这是侵犯我们的隐私权。你有权利拒绝，但今后环亚与环亚合作的公司将会拒绝您公司的所有产品。愣着干什么呀？快删了呀，不然以后会被行业封杀的。我删了，你检查一下。他什么时候搭上环亚了？谁知道？以后啊，千万别惹他。家属不能进。医生，我妈她……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，但情况比较严重，家属做好心理准备。别害怕，会没事的。要是妈和晴晴有事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闭上你的乌鸦嘴！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你争辩到底是谁的错，你最好祈祷妈可以抢救过来。现在，滚去守着你的徐晴晴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你来了，姐，谢谢你一直守着晴晴。医生怎么说？不太乐观，孩子应该是保不住了，而且他后仰着摔下来，很可能醒不过来了。怎么会啊？这晴晴的愿望，可能这辈子都实现不了了。愿望？他跟你说过他的愿望？是啊，可能要成遗愿了。弟弟啊，其实晴晴她虽然嘴上不说，但一直希望你能离婚。你也不想她到死都顶着小三的身份吧？放心吧，阿姨洁身自有天相，不会有事的。你先休息会儿。医生，病人还在昏迷中。你的意思是？还有48小时的观察期，如果病人还不恢复的话，恐怕就要凶多吉少了。好大的雨啊！什么？也是在这样一个暴雨夜，我妈妈她……医生，我妈妈她怎么样了？还有48小时的观察期，如果醒不来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！妈，你不要离开我，你不要丢下我，我只剩你了，妈！醒醒，醒醒！啊！你干嘛都丢下我？你让我怎么活呀？
又是一个这样的暴雨夜，最后一个亲人也要离开我。芷佳，芷佳，你怎么了？芷佳，医生，医生！妈妈别走，妈妈！别怕，别怕，没人会走，我们都会陪着你。我妈就是在这一个暴雨夜离开我的。我爸走后，我妈撑起了整个家，积劳成疾。突然就有人想，医生那个时候也说有48小时得限期，可是他怎么就没熬过去？我爸他也是在暴雨夜走的。别说了。我小时候被人绑架，他被救，我所有的家人，他们都在暴雨夜离开了我。后来和陈远结婚，终于又有了家人。妈是不是也要走？不行，我要去守着妈。你别急，你别急，阿姨的生命体征很稳。是，我一直在陪人盯着，阿姨不会有事的。相信我已经签了，你也签了吧？跟我离婚没关系，但是别跟这个男人在一起。他其实是杨女士，您突然晕倒是因为怀孕和情绪激动导致的。怀孕？是，24期翻倍，显示是早期妊娠，已经有2个多月了。多月？2个多月？是晚宴那一天。我上个月来检查的时候还没有啊。应该是孩子太小，检测不准。芷佳，所以那晚我们孩子是我的。先决定孩子要不要，如果需要的话，做一个盆腔检测。要，当然要。芷佳，既然孩子都有了，那我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也轮不到你。难道想当这个便宜的爹不成？从前荒唐我不管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你可能断了。怀孕了，我有孩子了，我终于又有家人。芷佳，你刚说什么？我说为了我们的孩子，离这个野男人远点儿。我们的孩子，这孩子是他的。你刚才说要离婚，我不离婚了。我离婚的话，难道让我的孩子认这个野男人当爹吗？脑子不好就去看看，楼上刚好是精神科。这孩子不是你。我不信，你就是故意气我。不信？你不是还捡到了我的袖扣吗？对吧？你也在，你玩3人行？陈老夫人有心脏衰竭的迹象，抢救不过来，1天内就会去世。这种突发状况，只有 A 国的刀科基因比较擅长，可惜我们医院请不到他。我院没有这方面的专家，短时间内进行手术的风险很大。他妈的，那个博士的助理说他没有档期。你发火也没有用，没有档期就拿钱砸，找关系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好，我去联系他。病人的情况拖不得，24小时内必须进行手术。我再联系一下其他省份的专家，多做一手准备。喂，徐总，有件事情找你帮忙。到了。谁到了？WK 和他的团队到了。
可能，得多牛逼的身份才能把他和整个团队一起审问？Tie up on the breakthrough. 막아서도 crash. She appeared true. Am I wrong if I take you down? Am I wrong if I hunt you down? 你怎么办到的？A国飞过来要10多个小时呢。阿姨手术时，我就找医生问过了，知道只有Dr. Ken才能救，我就去求陆总帮忙联系了。 他安排了私人飞机。谢谢你。比起谢谢，我更希望听到“我爱你”。明明说过要的东西。 这都死不了，那就别怪我不放过公司。你是不是不打算离婚了？ 他毕竟怀了我的孩子啊。可是许晴晴也怀了你的孩子呀，而且这个孩子还被池家害死了。哎呀，这等许晴晴醒了，她一定会告池家的。池家呀，要坐牢了。怎么会啊？怎么不会？这许晴晴爱你，她要是知道你这么喜欢池家，该多心寒呢。她一定会告池家故意伤害的。那怎么办？所以你得离婚啊，而且要做得绝，不能让事情有回旋的余地。要做得绝。还是我。 你怎么这么粘人啊？成天就想盯着我。伺候金主是我的本分。那金主命令你滚回你的王亚集团。可我也是孩子的爸爸。我听见孩子说想让你休息，他累了。少贫嘴。这样堵着我的嘴巴，我就说不出话来了。耍流氓！你给钱，我好好伺候你，这怎么能叫耍流氓呢？还是你觉得我不再只是普通的情人，我们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？没有的事，不能心动。只有不爱上任何人，才不会有我爱的人离开。池总，不好了！这次集团突然召开记者大会，我们现在的股价暴跌。环亚封锁了盛宴的消息，请问您可以透露吗？唯一可以透露的是，我将与池家协商离婚事宜。什么离婚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是否说明沈家小姐在生日宴会当天有过激行为？两家合作是否会就此中断？行了，别为他生气。我怎么能不生气？阿姨现在还在医院躺着，我就要替陈冕来处理她搞出来的这些破事儿。阿姨和肚子里的孩子都靠你撑着，所以你更不能气着自己。发布会你看了，离婚的事。陈冕，我看你脑子坏掉了。我们迟早会离婚，为什么一定要挑这个时候？你是诚心想毁掉池家的公司吗？生日快乐！我不想让他再等。非得做得这么绝吗？你先别急，公司一定会没事的，我能帮你。院的，说，家属尽快来医院一趟。陈老夫人的病情不太稳定。对于陈氏集团最新的新闻会，你有什么要回应的吗？您是否真的陪着许小姐？
我没有过失伤人，更没有蓄意杀人，这一点警方会给出答案的。那为了婚姻破裂，是否会导致两个公司合作破裂？您为陈氏集团提供货源，合作关系破裂之后，货物积压带来的巨额损失，公司是否有能力承担呢？公司的事务我会另开记者会，请你们不要拦路。你不肯正面回答问题，是不是公司已经面临破产清算？请您够了，请你们不要拦路，我要去医院。诸位，池家的所有企业将不会有任何危机。池家已经与环亚达成合作，不仅不会有任何危机，未来甚至可以向周边省份扩张。请问合作有任何依据吗？请问您的身份是否能为合作担保？环亚集团总裁至今没有表示过任何合作意向，大家凭什么相信你们？因为我就是环亚总裁。稍后环亚的官号会发布通告来证实我的身份。现在，如果有谁觉得自己可以和环亚抗衡，尽管继续访问。刚才说废话。池总，我们公司的股价正在急速攀升，公司有救啦。关于您的负面言论也都没有了。现在热搜第一是环亚总裁首次公开现身。知道了。陆总帅爆了，比我想象中更完美。经过反复观看陆总霸气呼气吗？磕到了，磕到了。等等，你们还记不记得池家有个老公，说出轨的前夫哥，死渣男滚远点，池路99。好多人都在祝福我们。你是不是该解释一下？之前我就说过，如果你再骗我一次，我不会原谅你。如果我当时告诉你真实身份，你还会跟我在一起吗？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保证，再也不会了。没有下次了，我们分开吧。我一开始找你就是为了要个孩子，现在我已经怀孕了，你也没用了。为了孩子，我们才更不应该分开。我们给孩子一个家的父母，我会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。是，你很好，但是我不需要。看着我的眼睛，告诉我，是实话吗？怎么不是实话？我一个人过得很好，这些年都是这么过来的。不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是爱我的，但是你不敢说出口。我没有，我们一开始就是个错误，现在也该结束了。这句话就这么容易说出口吗？我们不说分开好不好？我们等阿姨情况稳定之后再说。你现在累了，需要好好休息。我不想这些不开心的事。你是池总和陆总吗？两个人看起来真的好般配。是啊是啊，比前夫哥好多了啊！你有什么那么休息啊？就那天，陈老夫人病情突然恶化，结果陈总无奈狂怒砸手机。你猜结果怎么着？陆总直接把最牛的刀客特看团队请来了。陆总太厉害了，就是有能力。我风评比前夫哥好多了，我才是最适合你的，姐姐。幸亏有刀客的肯，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。不过能不能醒过来，还要看病人的自我求生意识。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。医生，你费心了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这还要多谢谢陆总。刀客肯在国际上非常有知名度，想要请他来很难。能观摩他做手术，对我们整个医院的医生来说都是非常难得的机会。况且因为陆总的吩咐，
他们决定留下来了，协助后续的治疗。这段时间我们都可以互相学习，实在太难得了。谢谢。我说了，比起谢谢，我更想听我爱你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只是怕你会抛弃我。你先起来。晴晴醒了，她伤到了脊椎，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。所以呢，你来给他讨个公道，要不要把我这条腿打断赔给他？我没打算怎么做，我打算跟晴晴结婚，带她去国外治腿，我们都不打算再追究。所以你签了吧，我们就不必再见了。以后我会按时给孩子打抚养费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毕竟是你推的晴晴。打住！离婚没问题，但是这个黑锅我背不了。是池家女士吧？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警察怎么来了？警察同志，受害人没有生命危险，且愿意谅解，这种情况就不用追究了吧？我报的警。你疯了！陈冕，我身板没那么硬，背不了这么大的黑锅。这件事情就让警察同志好好查一查，到底谁该谅解谁。不好了，许小姐在天台上要跳楼。什么？秋姐，你别做傻事。你别过来！是因为腿吗？你别担心，可以治好的，我带你去治。不是的，你不懂，我只是，你只是蠢。跳楼这么蠢的方法，你居然会跳第2次？你怎么这么喜欢烂招用2次啊？没有，我这次没想害你。那你这是想干嘛？我听说警察来抓你了，我不想你被抓走。跟你跳楼有什么关系？他说证据都被他销毁了，我要是替你说话的话，就会被认为是包庇你。但是要是自杀的话，警察就会认为我上次也是自杀，而且我没脸见你。你还真是蠢，这种脑回路只有你有。我是蠢，我害你那么多次，这次我还给你。你身上怎么会有这个？他当时受伤了，身上不只有蝴蝶的胎记，应该还有疤才对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一个蠢货，一个废物。是你才对。你白月光都要掉下去了，你就在这站着。是我错了，我一直都认错人了。10年过去了，还是一样的蠢。现在说说你吧，怎么回事？什么？谁告诉你警察来抓我了？啊？这有什么关系吗？他毁掉了证据，你要是死了，就真的死无对证了。有人告诉你警察来了，让你跳楼，他就是想让你一个命再增伤你一次。被人卖了，还在这替人数钱呢。怎么会？所以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你还不愿意指认他，想等到什么时候？是。什么事这么热闹呀？怎么也不叫我？被我掌控了那么久，你敢出卖我吗？你以为他不说，我们就不知道了？什么？你打算装到什么时候？故意伤害、教唆杀人，还有一条，教唆投毒。陈倩，你说这些罪加在一起，够你判几年？什么？你在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明白。演技不错啊，出来以后可以考虑去环亚旗下的娱乐公司去当演员。别以为3言2语就可以给我定罪，我没做过的，我不会忍。想告我，拿出证据来啊！证据我很快就会查到，你得意不了多久。你现在是2个人，哪能让你收敛？陆总，这是收人宴隐藏摄像头拍下的记录。陆总，这
这里有陈倩在医院与赵晴晴密谋的监控，这里是酒店与下药的证据，这里是陈倩在黑色公园吞药的证据。我干嘛？我明明都销毁干净了。监控会同步云端，黑市卖家会记录客户档案，而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不敢得罪陆总。陆总想要的东西没有拿不到手的。放开！放开我！我一直很好奇，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，让你3番2次的害沈？还能为什么？为了陈家的财产呗。就为了财产？什么叫就为了财产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。不争不抢，就什么都没有。你是独生女，你父母愿意为你去死，你怎么可能懂？你是妈的女儿，妈对你那么好，你就这么对她？你放屁！我从小被父母抛弃，只是他捡回来的野孩子。反正我也得不到财产，我得不到的，不如毁掉。我就是恨我为什么不是他亲生的。我嫉妒你们每一个人生来就这么好命，所以我要让你们也尝尝痛苦的滋味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阿姨的手动了！病人的这个脑部活动比之前更活跃了，这个情况……医生，你别卖关子了，到底是好是坏？是好的，虽然还有成为植物人的概率，但也能接受刺激，从而苏醒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妈还有机会醒过来。需要刺激，我倒是有个好主意。制造刺激不是我最擅长的事。我倒是要看看你有什么好主意。妈，别瞎叫！妈，我是你儿媳妇在外面养的情人，现在你儿媳妇有了我的孩子，以后您就是我的丈母娘。你痴心妄想，这是我妈，持家是我老婆，我是不可能离婚的，就当一辈子小三儿吧你。哥哥这是同意我和佳佳一辈子在一起了。姐姐，你看我这不就得到你家人的认可了吗？你们都正常点行吗？3年。什么？我出轨冷落了你3年，你也可以出轨冷落我3年，但是我不会同意离婚。指甲，中间是我瞎了眼没能认出你，我鬼迷心窍了，我已经知道错了。错的是这次都晚了。我已经知道错了，我求你，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不能给他机会，就算是为了我们的孩子。是让你们给妈一点刺激，没让你们这么刺激。我是真心的，我也是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忍受他的存在。那我不能。我都已经做出让步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一开始我就说得很清楚，我要你们离婚。闭嘴！陈冕，就算没有他，我们也是会离婚的。我们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，甚至可以说从未存在过。之前我们是因为公司不得不在一起，现在我们都自由了。我不要自由，我只要你。从前是我错了，你怎么打我、骂我，怎么惩罚我都可以，但是不要离开我。我好不容易把你找回来，我不能再失去你了。哦，那许晴晴怎么办？她从前是我认错了，我以后不会再跟她来往了。所以你知道什么才是爱吗？谁救了你，你就爱谁。我只是在乎她的伤。你知道吗？出轨是你最微不足道的一个缺点。你从来都没有弄明白自己的心，也搞不好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你周旋在我和曲晴晴之间，把一切搞得一塌糊涂。听见了吗？眼瞎是小，无能是大。他不可能离婚，只要我不愿意，他离不了婚。必须离。你是说，环亚总裁隐瞒身份给你当小三儿，这小三儿打上门来，认你婆婆当丈母娘？你不要再强调了。这世界果然是颠了。那阿姨怎么样了？她大概是被气醒的，说了一句话，就又昏了过去。不过检查她的脑活动已经恢复正常了，好好休养应该就没事。
那你跟陈冕的事儿，我不知道妈到底听见了多少。面对陈冕，我还可以问心无愧，但我怕我妈生气，所以不敢待在医院。阿姨那么喜欢你，肯定会理解你的。那你之后打算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你跟陆泽年会在一起吗？我跟他本来就不合适，他那种身份，等他腻了就会离开我，所以我不配成为你的家人是吗？你不能光凭想象就给我判死刑。我也没办法，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你也不要怪他，你也不要怪他，他其实也希望有个爱你的人陪在你身边。用不着你说。那你想要我说什么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本来就是玩玩而已，游戏结束了，我们该分开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觉得我会离开你？因为你就是个骗子。我说过，如果你再骗我一次，我不会原谅你。还有，你明明可以告诉我陈倩的阴谋，但是你没有。如果你早点告诉我，我做好防范，我妈就不会在鬼门关走一遭。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你为了得到我不惜一切手段，你太可怕了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不择手段？不，你根本没看过我的手段。我大可以巧取豪夺，用你的公司威胁你，用你的孩子威胁你。一个是你父母的心血，一个是你视若珍宝的亲人，你完全可以屈服。可是我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池家是个胆小鬼。你说什么？我知道你果决、独立、无坚不摧。这些年你做得很好，你不敢让自己停下脚步，用坚硬的外壳包裹着自己。但这些年，你其实还是那个在暴雨里哭泣的小女孩。但是支撑池家的，不能只是个小女孩。可你也是血肉之躯，你需要休息。我知道，离别是痛苦的，你爱的人一个个都离开了你，你不敢再品尝那种痛苦。但人不能因噎废食。我一个人过得挺好的，我没有因噎废食。是吗？你明明很害怕孤独，因为害怕，所以不敢停下脚步。你被父母的遗愿、自己的计划裹挟着前进，但这些根本不是你自由的意志。你又知道了，你比我自己还懂我。是，我比你更懂你。我不做那些卑劣的事，因为我知道你爱我。你只是不敢正视自己，不敢袒露自己的脆弱。我只需要让你看清你的心就好了。你少鼓舞我。佳佳，我想见你。是佳佳来了吗？快进来。妈，是我。妈，
你好点了吗？这几天公司有点忙，所以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了。阿冕出轨，阿倩背叛，还有你的孩子，这些妈都知道了。妈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是错了，你就不该瞒着我呀！妈，你别生气，你想怎么样都行，你别气着自己嘛。这件事我消化了好多天，已经无碍了。我就是生气，你什么都不告诉我呀！阿冕干的那些荒唐事，给你这么大的气受，你就这么受着了？我让你嫁进来，是想让你有个家，结果你却因此吃了3年的苦啊！我下去了，我都没脸见你的妈妈呀！你不怪我，我怪你什么？我要是早知道阿冕干的这些事，我早就扒了他的皮，让他滚犊子！那也不至于。佳佳，妈是永远站在你这边的。当年我误以为阿冕喜欢你，错点了鸳鸯谱，是妈对不起，害了你。如今你有了自己喜欢的人，我会让阿冕和你离婚的。另外，妈希望你能敞开心扉的接受子言。妈，你真的是我妈妈，你应该帮我把池家追回来呀！妈，我是真心悔过的，我会对池家好的，你要帮我呀。大家都是妈的儿子，凭什么帮你呀？你刚才说什么？你抢我老妈不够，现在连我妈都要抢。妈已经认我当干儿子了。 3年这些天为了我的事忙前忙后的，说是要你家中尽孝，比你来的勤多了。妈，我公司真有事啊！现在媒体质疑我换了供应商，怀疑我的质量有问题啊！我现在忙得脚不沾地啊！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你瞎报离婚的事，现在怎么会这样？佳佳，你不用顾及妈的感受，妈是支持你们俩在一起的。 看见你老婆和妈妈都喜欢我，嫉妒了吗？哥哥，谁是你哥？这不要脸的小三！你当然不配当我哥，不过是看在池家和妈的面子上，没给你撕破脸罢了。你看，亏起来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。青梅竹马，合法夫妻，救命之恩，母亲撮合。我但凡沾一样，孩子都有膝盖高了，而你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闭嘴！我要是你啊，就找根绳子吊死你，而不是在这只会狗叫。好了，别逗他了，耽搁了这么久，该去你公司合作。 走了。陆总好。上次来公司，我就感觉怪怪的。哪里怪了？我心想，一个小小的特助，哪有那么大的威风啊？原来。 他们不是怕周特助，是怕你啊，陆总。陆总好，啊，陆总夫人好。我不是你们陆总夫人。喊早了，还没追到，不过正在努力。你看我没名没分的，员工们打招呼都不方便，给个机会。我操！看见陆总这么低声下气的一面，我不会被枪毙吧？你哪个部门的？我。 回头让你们主管给你发奖金啊！谢谢。总裁夫人好，总裁夫人好。好，这个月奖金都快卖。你检查一下合同条款，没什么问题的话，
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你都不看一下，万一有什么漏洞呢？我的钱就是你的钱，左手倒右手而已。那下次跟你签合同的时候，我多挖几个坑。我们公开吧。什么？我可没同意啊。公开我们的合作关系。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追到你，但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想和你站在镁光灯下，想听大家对我们说恭喜，就像结婚的时候那样。好啊，反正越多人知道我们合作，对我的公司有好处。凭什么我像老鼠一样躲躲藏藏，他们却可以这么幸福？恭喜啊，能和环亚达成合作，贵公司的前途不可限量啊！有环亚的助力，咱们海城的前景也是一片大好。想和你站在镁光灯下，想听大家对我们说恭喜，就像结婚的时候那样。池总，多谢。今天大家聚在一起，是为了庆祝环亚与池家达成合作，但还有一件事，希望大家跟我一起见证。这是一份股权转让合同，转让的份额是环亚原始股的20%，而在你手里的是一枚钻戒。陆总这是要求婚啊！20%的原始股，这求婚手笔也太大了。池总拿到这个，公司不得分分钟上市啊！我不喜欢这种氛围下的求婚。我知道，这不是求婚，只是交易。不管我说多少遍不会离开，都只是空话。即使你答应了跟我在一起，你也会感到不安。但收下这20%股份，你就是环亚的2股东，可以决策公司的重大决策，将我们牢牢地锁定在一起。这不是一份送与合同，而是一笔交易，用20%的原始股换你为我戴上钻戒。我为你戴上？是。不是我向你求婚，是你为我戴上枷锁。从此，我受你束缚。答应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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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应他。刘泽年，放开我！真跑掉了，一直盯着你。我知道你很强大，不需要依赖任何人，也可以自己解决任何危机。但是，偶尔让我当你的贤内助吧，让我帮你解决那些烦心的琐事。我们一开始只是个交易。交易意味着互相需要，它更稳定，让人更有安全感。让我们把它变得更正式、更长久的交易吧。好。See ya, never come away. Better with someday. Never found. 陆总也太会了，就是用这种手段把池家给骗走的。你做得到这样吗？佳佳值得最好的，你做不到最好，就不要给他添堵。佳佳和我说过，晴晴也救过你。当年你在仓库被救之后高烧昏迷，如果不是晴晴把警察带过去，你早死了。你欠她一条命。
我准备带他去国外治腿，你考虑考虑，要不要把生意转移到国外吧？